听将军说，你的武功很高。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。哼，将军的武功也很高，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。是吗？听将军说，你和他打成平手。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，点到为止。如果用兵器呢？没有交过手，很难定论。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，如果在马上，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。战护卫，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。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的，我没有带兵器。那是我的。我不想和你比，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。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？不是不配，而是不必。你若坚持不肯，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只想和你比一比，并不是要和你拼命。那好吧。好剑法，我甘拜下风。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，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。那倒是。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！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嘛。只有将军和你。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，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。可是我有点奇怪，他是左卫营的指挥，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。这个偏将的职务，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，对我而言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学生已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，请大人过目。举凡买马的日期、数量、金额，都一一记载于册。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，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见马贵买，以少报多。如今马价如何？一般军马市值30贯，较差的马匹20余贯就可买到。若是骏马良驹，卖价可到上百贯，其间的价差颇大。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？回大人，沈让3年来汰换上千马匹，学生特别留意，发现买价几乎都在80、90贯上下。哦，换言之，他若果真以贱报贵，每匹马当有60、70贯价差。是，总数应该是在6、7万贯。当下米价每担约1贯左右，价差足够买米6、7万担。
烈马或是良驹，个人认知不同，无法据此判定是否当真以剑报归。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。是。对马贩，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？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。若是能够查明沈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，便足可将他定罪。还是以此为先吧。大人，有关武进的背景，学生已经进行清查，晚间当可有所回报。武进能被沈让收用在册，绝不单纯。若能深入了解，的确有利于查案。倘若果真坐实沈让涉案，本府担心对展护卫总是个打击。只是柴王爷回函，他的确在6年前曾将白龙赠予沈让。大人，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，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，是否可以不攻自破？不，本府曾经说过，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，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。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，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，若有，又藏匿于何处？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。不错，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？回大人，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，从京城传来的消息，正是杨氏兄弟说的，都没有错。你且详细说来。沈让驻守边关之时，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，包括武进在内。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，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，却独漏武进。此后可有他的消息？没有，此人从此凭空消失。如此说来，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。这便是他追随沈让，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。可能傅立当真是被他所杀。战护卫说，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。他非要跟我比试，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。当初傅立是一剑毙命，那武进，他用的是刀。你和展昭动手了吗？武进是提将军，是他的剑。结果呢？我败了。以他的武功来说，你败得不冤。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，不会有这一天的。你忘了，他是我未来的妹婿。是。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，他的剑法太快，将军只能和他马战。哦，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？
武进只是实话实说。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，可我却不相信，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。将军，你放心，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。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我会记住你的话。多谢将军。你替我示剑，应该是我谢你吧？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，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。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离，依他马贼旧案，都该将他逮捕，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。大人，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？无妨，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。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，又怎会自露马脚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张龙、赵虎走一趟吧。大人，还是我去吧。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？张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。反正我要去看小蝶。况且让属下前去，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，更不会起疑。不碍事，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，谁去都一样。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。正是。武进虽是马军偏将，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，并没有具体的执掌。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？沈指挥虽是杨彪、杨豹直属长官，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，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得多，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，协助调查。那好吧，我会通知武进。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，我叫武进，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。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？长公子呀，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，所以整夜都没睡。这丫头，还不快去准备茶水？是。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？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。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？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。武进？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？如果牵扯到武进，就一定和哥哥有关，是不是？你说啊！小蝶，你先别急。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，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。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呢。把我给吓死了，我还以为……别胡思乱想了啊！包大人传属下去。展昭会带你去驿馆。这段时间，包大人没有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。这次传属下前去问话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也许
他只是想试探我们的反应，或者真想从你口中问出和杨彪、杨豹有关的事情。难道是他们招供了什么，让包大人决定开始行动？放心，不管他们供出什么，都没有证据。将军希望我如何应对？如果问到了任何与命案有关的事情，你只要矢口否认就行了。包大人办案一向讲求证据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。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，就马上离开商州，不去见他。那将军如何向包大人交代？我就说你不辞而别，下落不明啊。如果那样的话，包大人就会相信杨彪、杨豹的说法，而盯上将军。真要如此，也只好随他。但是他还是没有证据。我还是去，不管包大人问什么，我都不会承认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显得我们并不心虚。就算他有任何怀疑，也无能为力。属下武进，参见包大人。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吴敬，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前来？听长护卫说，包大人传属下前来，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、杨豹之事。不错。除此之外，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。是，包大人请问。5年前，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，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，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，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，从此未再出现。此事你可知晓？属下从未听过，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，又为何要询问属下？很简单，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，而当时领兵抓贼的正是如今的商州马军指挥沈让。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，没有被依法斩首，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。即使事隔5年，你依然难逃罪责。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，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不必传唤将军了。怎么？将军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再拖累他。包大人，我就是当年的马贼，请包大人将我依法就办。你可知，依法，你还是要被斩首。我知道，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？包大人，请问。据杨彪、杨豹向本府供称，沈让私人马场之中藏有多匹名贵宝马，可有此事？将军只有1匹宝马白龙，
而且已经送给长公子作为嫁妆。长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。然而，他们却说，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。他们是信口喷雾。将军没有什么宝马，又如何藏匿？请包大人明察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供称，你亲口承认狱卒傅立乃是被你所杀，你又作何辩解？傅立与我无冤无仇，我因何杀他？若是沈让受益，自然你会唯命是从。傅立被杀是死在剑下，可我用的却是刀。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？马军与州衙常有来往，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。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，所以人不是你杀的？不错。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，不过要杀傅立，却是易如反掌。就算我能用剑，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。他若不是你杀的，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？将军没有杀他，你又如何知晓？哼，杨彪、杨豹指证利弊，沈让难脱罪嫌。你既然不肯承认，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，严加审讯。一日查不出，就关他一日；一月查不出，就关他一月；一年查不出，就关他一年。本府就不信，不能查个水落石出。王城、马汉、灯笼、赵虎，在。传沈让。是。且慢。如何？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。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。我认罪就是。你承认杀了傅立？不错。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？我与杨彪、杨豹合谋，克扣军饷，3人平分，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，再杀他灭口，为的是使他2人脱罪，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。如此说来，沈让于此事完全无涉。将军于此事无涉，请包大人明察。进去，坐下。赵大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武进亲口向包大人承认，傅立是他杀的。啊？什么？是他？这是。包大人交代，必须将他单独关押，严加看守。是，这间大牢只关他一个，没有别人。杀人重犯若是逃脱，李大人必定是难脱罪责。哎，当然，下官一定会派州衙里最得力的人手负责门禁。詹大人，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傅立呀？李大人，你最好不要介入此案。包大人再三交代，
不得提问武进，不准任何人探监。哎，是，下官明白。启禀将军，打探到什么消息？武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。什么？是谁送去的？是展昭。大人，将武进送去州衙了。是。展护卫亲自带着张龙、赵虎押送去的。那武进虽是马贼出身，却对那沈让如此忠心耿耿。大人，那武进对沈让不过是一片愚忠罢了。然而本府却利用他这愚忠，逼他认罪呀。大人，若非如此，孙强和傅立的命案就难以侦破。大人也是情非得已呀。如今，那武进自成罪状，正足以确认沈让的确犯下了罪行，倒叫本府更加汗颜了。大人何出此言呢？任人不亲，世人不明。当年既是本府保举于他，回京之后，本府自当进宫面圣，自请惩处。大人切勿自责。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那沈让表面上看起来不像贪婪之辈，大人又岂能察觉？无论如何，他毕竟是个难得的将才，本府为朝廷万喜，更为沈让不值啊。大人，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，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。无论是马贼旧案，或是杀人新案，依法皆是死罪。然而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，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。难道武进认罪，真的是为沈让顶罪？只怕难有其他解释。大人，难道你打算依此定沈让的罪吗？当然不能。武进坦诚杀害傅立，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。倘若他咬定供词，毫不松口，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。再者，所谓的明车宝马藏匿之处，武进绝不会说，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。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？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条线索了。不错，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，若能比对出的确有从中牟利的行为，才可将沈让治罪。
沈指挥。通报李大人，本座求见。是。沈指挥，李大人，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，可有此事？沈指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请李大人回话。是，武进是在大牢，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，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。沈指挥，千万别误会。本座谅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。当然，沈指挥明鉴。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。不，万万不可呀！本座是马军指挥，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？哎呀，沈指挥啊，包大人特别交代，绝不能让任何人去探监呐。这比2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！要是出了问题，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。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，我就不勉强了。多谢沈指挥体谅。虽然本座不去探监，但必须弄明白，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，于情于理，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？那是当然啦。据本州所知，这武进是杀害傅礼的凶手啊！什么？你此话当真？不，这话不是我说的。听展大人说，是武进自己向包大人承认的。原来是武进所为，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。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真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。好，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，是咎由自取。李大人放心，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。告辞。慢走。学生已从杨彪、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，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。我们就由此处着手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由你们2人负责将账册取回。是。等等。大人，必须我去。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？张龙、赵虎便可取回。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。哦，这却为何？展大人，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。是啊，有名有姓有住处，怎么拿不到呢？我说你们拿不到，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。若是不在马贩手中，又会在何处？马帮。马帮？大人，马帮是个江湖组织，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，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，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。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，又如何？请恕展昭之言，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，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。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，非但拿不到账册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，届时就永难取证了。若是展护卫前去，又将如何取得？展昭本是江湖人，自有江湖方法取得。
展护卫可知，若是由你去取账册，后果将会如何？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，除了贪赃枉法之外，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，依法论罪，必死无疑。而账册却是由你取来，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？大人，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，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。倘若不如所想，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。展护卫，大人，2日之内，我会把账册带回来。展护卫，马贩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。公孙先生，大人的安全，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。那是当然。展护卫，不去看看沈姑娘？我既不能见他，更不能辞行。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。明日我会去看看她康复的情形，顺便给她提一提你没去看看的原因。公孙先生，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。那就有劳了。告辞。驾！